郑武公是春秋时期郑国的第二任国君，他是周厉王姬胡的孙子，他叫姬觉突，标题里的郑伯其实指的是他的儿子郑庄公。那时候郑国的核心区域在现在的河南省新郑市。周幽王11年，申国国君申侯联合曾国、犬戎攻打周幽王，在骊山，这些逆贼杀了周幽王，他们捎带手把姬觉突的老爹郑桓公给弄死了，也就是说武姜的娘家人把他的公公给杀了。姬觉突在他的老爹被迫去世之后，他在次年成为国君，后世把他称为郑武公。这一年是公元前770年，公元前761年，已经成为国君的姬觉突娶了申国的一个公主，后世把这个女子称为武姜。武是她老公的谥号，姜是她娘家的姓氏，世人称她为姜氏。郑武公的妻子武姜生下了姬武生和姬段兄弟二人。武姜生姬武生的时候难产，所以把她取名叫武生。在古代汉语中，武通武，说文解字武不解释说武逆也，那么武生的意思就是倒着生出来的男子。现代医学把这种出生方式称为臀位分娩。正常的胎产，孩子是头先从母体出来的，显然姬武生是脚先出来的，因此姜氏便不喜欢他，而偏爱小儿子姬段。公元前744年，郑武公姬觉突病重期间，武姜多次向自己的丈夫她请求立小儿子姬段做太子，奈何她丈夫一直不肯答应。公元前743年，郑武公姬觉突病天，他和武姜的大儿子姬武生做了国君，后世称他为郑庄公，标题里的郑伯指的就是他。武姜不喜欢的大儿子做了国君后，他就要求自己的大儿子把位于虎牢关一带的治邑封给小儿子。他的大儿子姬武生说，这是个险要的城邑，从前国叔曾在那里丧命，封给我兄弟不大妥当，其他地方可以随便选。武姜于是要求姬武生把位于河南荥阳东南一带的京城作为姬段的封地。武生同意了这个请求，从此后人们称姬段为京城太叔。有个名叫季仲的官员说，一般都邑的城墙如果超过300丈，就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大城不得超过国都的1/3，中等的不得超过1/5，小城不得超过1/9。现在啊，你看京城超过了规定，不合祖宗的章程了。庄公说，我妈姜氏要这样做，又怎么能规避呢？季仲说，姜氏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我看不如早点为太叔做出安排，以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啊。庄公说，坏事做多了，必然自取灭亡，您且等着瞧吧。过了不久，太叔要求自己封地西部和北部边境地区表面上属于庄公，而实际上要忠于自己。公子吕对庄公说，国家不能容忍这种两属的情况，您究竟打算怎么办吧？若是想把君位让给太叔，就请允许我去侍奉他吧；若不想交给他，那就请您赶紧干掉他，不要让百姓产生疑心。庄公还是说，不必这样做，他会自找倒霉的。后来太叔又进一步把两属的地方公开划归自己所有，一直扩展到现在的河南省延津县北部的澧县一带。公子吕又对庄公说，该动手了，他的土地扩大，他就能控制更多的人力，事情就难办了。庄公说，如果一个人对国君不敬意，对兄长不亲昵，那么他的土地越多，他崩溃的越彻底。太叔修治城郭，集结兵力，整治装备武器，征调士卒和战车，他想要偷袭郑都，干掉自己的哥哥，夺了鸟位，自己当国君。在国都的姜氏也准备作为内应为小儿子打开城门。周齐荣登大宝，庄公通过情报了解到了他们约定的谋反日期，就说现在可以了。庄公命令公子吕统帅200辆战车去攻打京城，京城的人背叛了太叔，太叔只好逃到了位于现在河南省鄢陵县北部的燕邑。庄公亲率军队攻打燕邑。公元前722年的5月23日这一天，太叔逃出郑国，投奔到了位于河南省辉县市西北一带的共国去了。春秋上记载道，郑伯克段于燕，意思是说，作为弟弟的姬段不讲孝悌之道，所以不能称为悌，如同两国的国君在交战，所以用了克字，把郑庄公称为郑伯，是讥刺他对弟弟不加管教，暗指郑伯早有杀弟的意图，而又不明说太叔出奔，都是对庄公的责备。郑伯克段于燕，简单的几个字，既记载了一件事，又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作者的态度和立场。这种写作手法被后世称为春秋笔法。此后，庄公就把姜氏安置在远离国都新郑的河南省临颍市西北部的城邑。庄公还曾经对自己的母亲发誓说，不到黄泉之下，绝不再见面了。
可是不久后他就后悔了。孩子不管多大，只要父母活着，永远是孩子啊。当时啊，银谷的封主尹考叔正在自己的封地河南省登封市西南一带的银谷掌管边界事务。他听说此事以后，就借贡献礼物的时机来见郑庄公。郑庄公赐给他了一些食物，尹考叔吃的时候，他故意把肉挑出来放在一边。郑庄公便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小人家里有老母，总是吃自己带回去的食物，还从来没吃过您的东西，请允许我把这些食物带给他吃吧。郑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孝敬，我却偏偏没有啊。尹考叔便说，敢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郑庄公把此事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并说自己已经感到后悔了。尹考叔说，你何必在这件事上发愁呢？如果挖掘土地，见到了泉水，然后你们就在地道里相见，又有谁能说不是在黄泉下相见的呢？郑庄公按照他的话去做了。郑庄公进入地道里赋诗说，大地道里面啊，那是很快乐的。姜氏也赋诗说，大地道外面啊，那是很舒畅的。于是郑庄公和自己的母亲和好了。在这个故事里，还有个不起眼的人物，那就是尹考叔。他显然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高情商人士。通过一件听说的事件，尹考叔能够揣摩到国君的心思，并想方设法的让国君的意愿得到满足。这种人可被称为情商方面的人中龙凤。观察细致是提高情商的方法之一。但是呢，尹考叔本人发达于观察细致，死于粗心大意。郑庄公感激尹考叔成全了他和母亲武姜的母子之情。郑庄公重用了尹考叔，封他为大夫。郑庄公与鲁国、齐国讨伐许国，出发的时候，尹考叔与公孙为因为争坐战车而产生了矛盾。作战的时候，尹考叔持旗先登城，被公孙从城下射死。尹考叔死后，被葬于其封地银谷的地狱沟。尹考叔的发达与死亡，是2000年后的小说《红楼梦》中的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真实写照。时光荏苒，白驹过隙，2700多年后的现在，在作为当时郑国国都的新郑市，仍然有相关遗迹。郑国宗庙遗址、郑国社稷遗址、庄公望母台，即为本视频相关的遗迹。